欢迎来到今天的丰盛奥文哈。今天的题目是谁将把你捧在手心哈？谁将要宠爱你这个方向？那这是今天的2张牌。等一下近看的时候看久一点，记得按下暂停哈。来，第一张，好，第2张，好。那选好了，我们就不啰嗦，直接开始咯。好，那我们就先从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哈。那今天的题目是谁将要牵起你的手？谁将要把你捧在手心？谁将要宠爱你？哈，是这个方向的题目。来，我们今天先从核心的位置来看哈。来这里，然后来看一下这里的分支的讯息哈，直接的讯息是怎么走向的？剪开，好，很特别的一张哈，非常少几率会以宝剑3做开场了哈，但我对于这张牌的走向跟一般见解不太一样了哈，我喜欢看它的后半段的诠释哈。好，再2张哈。好，看一下。我觉得这个人哈，他是一个非常，他在爱情里哦。他的沉溺、沉醉、沉迷的速度非常快，所以也不是说他没有经验，而是他本来以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他可能有一点恋爱脑啦。可是因为经过了好几次的成长、转换，还有很多次的融合、一些很特别的化学的，以炼金术来说的一种化学作用的融合之后，我觉得他现在比较能掌握他对于爱情的那一种沉溺、专注跟沉迷的一些层次跟使用的顺序。他从一些受伤跟伤痕里面已经掌握出付出的节奏，所以你遇到他的时候，我觉得他已经算是达到了一个蛮有智慧的一个恋爱脑了。好吗？他还是绝对浪漫的，他还是极度浪漫的，他没有办法，这是他的本质。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你会感受到某种不踏实的感觉，然后你可能会在其中会需要有更多的踏实感、生活感，而他非常敏锐。他很愿意得到你的提醒，所以如果你有任何不舒适、任何要求的讯息，你只要释放出一点点，他都能够感受到非常的精致。你要知道，像他这一个，他也许小时候，18岁上下、20岁上下的时候，他会认为爱情付出就能得到相对应的结果。他现在还是相信，但他的认为已经被进化到要对的付出，要明白对方需求的付出，这是他已经获得的一个进化了哈。毕竟有数字2号的能量，然后也有命运之轮所融合的一些权杖能量、权杖国王的能量。然后上面又有权杖4者，所以他内在的那一个对爱情的火焰，那一个我觉得那个浓烈丰沛的火能量是受控的。那我觉得你遇到他的时机非常好，非常好。你会明白一个人
在爱情里面，你也会体会到在爱情里面的付出的节奏，那也会感受到他的专注度会很明显，会很明确，然后这边确实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压力在，可是大部分的时候，你跟他的感受是有一种被疗愈的状态。它跟你的现实世界的对比来说，它这边有一点点过度舒适。每当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都有一种放长假的感觉。以某个角度，我觉得他有一种服侍你的状态，但是他不觉得辛苦，因为这是他享受爱情，他认为他喜欢上一个人该做的事。不过有一点小可惜是，他以前会给的更多，他现在会边给边看，因为他也会害怕，他内在的那一个很人性的保护自我的防卫状态，其实有被建立起来了。好，简单来说，他已经走进了更成熟的恋爱脑。这样讲其实是有一点冲突了，但实际上确实是了。那他其实有一直拉着自己，希望自己有更多的自我，在爱情里面遇到爱情里面。所以当他决定了要宠爱你，要把你捧在手心的当下，他就已经提醒自己说不能做得像以前一样，可是他确实是很难阻止自己的。所以你会感受到他对你的付出已经很多了，可是其实他能给你的更多，他想给你的也更多，但他都会有一点点收敛。那是一种保护自己的状态，他不像以前会给的过多，然后变成一种压力。他已经可以敏感到你的压力跟舒适之间的一种分寸啦，所以我才会说，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一直都有一种放长假、放年假的感觉，即使一点点。所以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常常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而且还蛮不无聊的。好，那反过来，你遇到他的时候，尽量不要跟他计较，尽量观察一下他敏感的内心。他很怕做错事，他很怕被讨厌。因为他本来的人格本来就是属于一种比较讨好性质的啦，只是他在爱情上面的转换，这两种他在早期年轻的时候，他其实分不太出来，渐渐的明白了，而且他有自我休息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比较明白了，只是他还要练习很多时间去调整怎么付出，怎么付出，但当我看到命运之轮出现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这一段行走的能量，这段行走的能量已经大致上结合了一些教宗牌的能量，女祭司的能量，也有一些战车牌的行动，三种完全不同的结合啦，那这三个能量在命运之轮里面所代表的就是说，他对于自己的爱的付出有三种不同的传达方式，有行动上的，有一些是潜移默化的，有一些是一种训诫自己的，不要做错事的这种无论如何，这些能量的结合，在他身上已经差不多进入一种比较完整的状态。这个点只是在解释我刚刚前面说的，他已经非常知道要怎么去付出他的爱，也会非常精准，也会非常精准。但是必须说，他内在还是属于一种比较脆弱的，比较怕做错事的了。跟他在一起的幸福点是，他确实是会把喜欢的人捧在手心，基本上他可能会对周遭的朋友、工作、同事比较严厉，但是对于他要交往的人是百般宠爱的，差异非常大。你认识他一阵子久了之后，你会发现他对待你跟对待别人是两种世界。他对待别人可能很难压下脾气，很容易表达真实的愤怒，可是对你，他会立刻从内心由衷的找到一个理由是没有啦，
他会立刻原谅你就对了，而且他也不会到原谅这样子的重量哦，他会变成是没关系啊，没关系，他来处理就好了。他内在几乎快要接近于零，认为是你的错，会这样子哦。他的这个对比性很强，好，然后他这个内在的思维很难改，很难改，因为他本质上就是这样子的人啦。以前年轻的他不认为这件事有什么错，后来才发现这件事没有他想的这么美好，可是他的本质上还是这么认为。他虽然有所调整，好像表面上表达的不是这样子，可是他心里是完全的认为你不会做错事啦。即使有一些麻烦，你制造一些麻烦，他也会觉得他会来处理就好了，不关你，不是你的问题，是这样子的。所以选择1号牌的朋友，确实你会遇到一个非常宠爱你的人，那你会觉得很轻松，你也不会觉得你的任性会带给他什么麻烦，因为立刻就被化解掉了，这个是很奇妙的。那这一方面，它也会影响你，你会变得越来越自制，越来越有规矩，越来越不会制造他的麻烦，越来越珍惜有这样子看待你的人。哦，这是你们2个人相处的一个核心的整个美感的概念。好，来，我们再往下看一下，从这里哦，然后到这里，我来看一下整个，你们相处起来哈，你们有一种会慢慢建立起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的家的感觉，而且是以一种甜蜜浪漫的感觉，而且你们2个在一起的时候会更喜欢晚上相处的感觉，很奇妙哈，你们你们有一点总是期待晚上相处的时间，所以从这个角度，你们会变成是说白天尽量去跟自己的朋友，可是晚上会很想留给彼此。好，你们2个人很能享受晚上的那一种美好。如果你们更年轻一点，你们可能会想要整个晚上都熬夜。好，那如果你已经30几岁的时候，你会觉得晚上窝在一起看一些片子，能够撑到12点1点，就已经算非常美好了。这有点年龄歧视，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哈，这跟成熟度的转换啦。好，那也不是说你们不喜欢白天，而是你们经营夜晚的气氛会更加的美好，这就是你们2个人相处的方式。然后，初期它会让你尽可能的出去玩，去找你的朋友什么都可以。他当然是会担心，而且他的内在是，当你离开他之后的所有时间，他都在等待下一次与你见面的事件，但他不会告诉你，他不会给你压力，他不会限制你去任何地方，他只知道自己就是等待。哦，那久了你会从来不会看到他生气，会有一些小别扭，会看到他一些小忍耐，可是都不会反映到你身上。你会感受到很奇妙，是你以前交往的人都会有很多的，好像站在跟你一个同能量的范围，就是你会生气，他会生气；你会抱怨，他会抱怨。可是这个人感觉好像是一种很无害的方式。好，这个经验你会觉得有点不珍惜，但是你会真的从中学会，原来有人在恋爱里爱人的方式是这样子，让你感到非常珍贵。他也许应该不是，也许我觉得他不会在言语上跟你说这么多，他不会，但是他会在很多空中的谜语或是一些讯息里面，让你感觉到大部分的语言都是这样：你受宠爱了，你被原谅了，你被体谅了，你被像是小动物一样被照顾呵护了，会有这感觉。那只是希望你这里不要反抗，或是觉得你不要这样或什么的。要记得，这一个人这种样子的人不会常常出现，而且他以前也不是这样，他是就是
走到了变成现在这样。所以如果基本上啦，我觉得这已经是他的完全体了，所以他不会再进化，他不会再被影响，他已经觉得这个是最好的，而且他心态会觉得说，呃，如果你觉得不舒适，你觉得不喜欢，你觉得不真实，那他可能就不是最适合你的人。可是他不会因此而为你改变太多，因为在他心里，他觉得如果不这样子，那爱情还能有什么别的样子呢？在他心里是这样子的哈，你会感觉到无比的自由感啦，你会感觉到无比的自由感。然后，原本你在爱情里会觉得很难的事情，在他跟他在一起之后，觉得变得非常简单。譬如，你好像以为你要交代很多事情，你要去哪里什么的，其实发现不需要。他好像很在乎你的感觉，他也认为你做的决定，你做的什么就都是想好的，差不多是这样，不太像以前或什么，好像会被管很多。甚至你跟这个人在一起，你想要被管很多什么的，好像也没有，不会出现，反而管你的、管理你的、告诫你的，都是一些小东西，就是注意不要忘了带东西啊，会有一些很多小小的啰嗦的提醒，可是都完全不会影响你的自由的感觉。没办法，1号牌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子的人。我得到的讯息就是往这个方向走的。他的纷争值非常低，他的一些混沌的能量在之前就已经用掉了。毕竟他这边走到这里了，都是一些蛮高，都是一些无暇的、无垢的位置的能量的讯息。所以他给我的讯息就是他已经进化完了，是这样子的。并不是要去刻意美化你将遇到的这个人啦。来。好，好，看一下哈，都还是一些蛮和谐的牌面哈，非常好，只能说你一开始遇到他的时候啦，就是从一种相对的你们很快就你们在一开始认识的时候就已经觉得很合适了啦，语言啊、沟通上啊、对话上都是，我觉得都是非常搭配的。无论是一些很简易的生活相处方式，哦，不太会有一个碰撞，而且你也不会觉得他是顺着你的，你会感觉到他也想要去，可是他会让你觉得你做主，懂吗？你们有一种很奇妙的心心相印的感觉，可是他就是会让你觉得这个决定是你做的，然后他不会让你觉得他是勉强自己跟你去的，因为他也喜欢，他的一个喜欢的程度是你喜欢去哪我就跟着去都好，他喜欢就是跟着你去都好，你决定就好这样。那即便你不想决定，他也不会觉得说哦好没关系，因为他其实内在有很多的想法，除非他特别想要去哪里，他会跟你说哦。但是通常都是他筛选完很精致的、很认真的筛选完之后，他要带你去的，懂吗？他很在乎你去的时候的感觉，好，而且他也知道你会喜欢，他不会随随便便决定。好，来我看一下这里哈。那相处了好一阵子之后，这边有说你会比较，因为你跟他相处之后，你会有很长很多的时间可以探索自己。哦，基本上他不太会有什么问题，因为他对爱情这一件事情，他的需求不高。
他的好奇心也不高，因为他已经非常完善的知道自己想要的爱情是长怎样，有吻合的才需要恋爱，没有就让他丢到一种没有的状态，也不需要以等待的方式让他出现。他是这个样子哈，他是已经准备好了自己去，去符合那一个会出现的爱情。所以他不是一个等待状态，他就是一个把自己放在一个好的位置，好的人。那我看一下哈，这里我来看一下最高级的一些位置的讯息怎么说。不是说最高级啦，就是我是觉得它是比较难理解的层次的啦。我看一下这边说，都是金币哈，严格的位置也是出现宝剑。好，这边最简单的讯息是，你最好一直待在他身边哈，因为他除了给你一个很大的空间，让你可以去思考自己，因为你会很安心。然后这一份平静，这一份自由感，可能在你人生里面会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心灵成长的阶段。为什么你其他时间没有？因为你其他时间没有他在的时候，有很多时候没有那一个安定跟舒服的感觉，所以你会去找舒服、安定、平静的感觉，然后无法完全发挥你内在的那个空间去提升自己。简单来说，就是有非常多的杂音，而且你还会都靠自己。那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东西被照顾好了，你反而可以非常专注于你自己。这件事情不会一开始就知道，你慢慢会发现，你在一个受保护的空间里面，竟然有无限的自由。看似一个泡泡，可是这个泡泡却是无限大，然后让你觉得安心舒适。可是如果你没有它，你就只是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的时候，它就没有那一个泡泡。所以你还要自己建立那个泡泡，你还要建立自己的空间。你光是要去对抗外面，然后又还要去寻找自己，这个感觉比较像是说你受了一个很完整的保护，你可以专心的在这个世界里去寻找自己，而且还不会被指责，被指责你的只在乎自己。他在他的角度，他认为你本来就应该要很着重自己。他也喜欢你觉得自己最重要，就像我刚刚说的，他本来就觉得跟着你就已经是非常快乐的，他呵护着你就已经非常快乐。他不是没有自己哦，可是在你面前，他觉得你在某一个角度来说，你比他重要的这个概念，对他来讲是无比的快乐，是这个角度哦。所以他有求必应啦，他有求必应哈。好，来，我们来挖掘一些比较，算是一些比较坏心眼的吧，或是一些比较特别的提醒了哈。完美无瑕的位置，我都会去找一些可能提醒的东西哈。看一下，这个牌出过了，所以这个解释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哦，只能说啦，如果我们要以一个比较负面角度来做提醒的话，在这边说，当你们相处，你觉得安逸太久了，你的成长速度太慢了，记得自己去寻找更多的挑战啦。好，记得去寻找更多的挑战。这边有，但是我不会特别去讲，前面也没有特别去讲这件事，是因为你在这一段安逸的、舒适的、受保护的环境里面，专注着自己的心理成长的时候，你就会去找挑战了，因为你跟他比起来，我觉得相对浮动，所以我就知道你会去创造更多的不一样。那他并没有限制你，他从头到尾都不会限制你。他会跟着你去行走，跟着你去挑战，这样。
甚至他不会阻止你去挑战很难的事情，他会认为你自己决定好就好了，有需要帮忙再跟他说，他是这样子的角度哦。那其中会有一些小小的失落感，是你可能会希望他给你强而有力的意见或什么，其实你开口问他就会给你，因为他不是一个他会强加自己的概念跟观念给人的人，他是一直处在一种储备状态。刚前面都说了，他的人就是他已经把自己准备好了，等你来领走，等你来拉，但是他不是在等谁，他只是一种停滞状态，看谁能拿走，看谁适合拿走这样子。所以你跟他相处，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不会强加他的想法给你，而你要来他这边提取，要来这边询问的时候，他其实大部分的想法跟事情他都已经准备好了。哦，你可以把它当成小叮当、哆啦 A 梦啦。哦，那也因为他是这样子的人，反而你不会对他有过多的依赖。他的存在就是一个定心丸，一个非常安稳的感觉，所以你可以专注于自己。那相较于整个世界其他的诱惑来说，你会觉得你发现很多新奇的东西、更特别的东西，你会分享给他。他这里他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能量，就是甚至连那个嫉妒心的能量都非常低。他会简化很多情绪上的感觉，他会简化，这跟他之前的一些事情有关系，他会简化哦。那我不能说他遇到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历程啦，但你会跟着他学习很多，因为他不太像是你生活里面之前曾经出现的，或是你曾经在乎的那一种性质的人，但因为这一次非常靠近，所以你才会很仔细的、很深刻的体会到，原来这样子的人的相处方式是可能是你内心期盼已久的，你真正期盼已久的那个样子。好，来，我们来抽3张来对这件事情来做结论哈。宝剑四出现非常多哈，所以在证明哈，你们这份关系是一个很宁静的。你没有渴望宁静，可是它会一直出现在你们的关系里。它不是一个火热的、澎湃的、激昂的，它就是一直保持着安安静静的状态。它很像你意外的进入了一个无人的寺庙，它非常美丽，非常庄严。可是它又有那一种极尽纤细的美感，让你想待下来，却觉得时间流逝的比遇到这个寺庙之前都快很多。明明很平静，可是为什么这种单一跟单调却让时间流逝的非常快？它还不是缓慢的，主要是因为它的宁静里面有非常高的丰沛，会让你无法离开。这是你们两个相处的感觉。所以我从一开始就说，你遇到他的时候就会一直觉得一种舒适，好像放长假的感觉。好，那这2张牌，我只能说，该有的能量都有了。哦，不无聊，它会创造很强烈、很丰沛的浪漫能量，而且它还有源源不绝的生命力。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不会让你觉得你跟他在一起很无聊，他会一直创造出很多新的东西，他会一直观察你，然后你也会从他的生活跟他的生活方式发现，他一直很有活力。坦白说，很多时候你自己反而会觉得你追不上他的节奏，跟他想做的事情，久而久之，会反过来，反而是你想追着他的事情跟他的时间走，然后那段时间你可能会有一点小小的醒了一下，就是哦，不行，我自己他留给我的空间，我自己很重要，而且他也没有特别想要你去追着他，他不会这样想，他已经给你很大的空间了，就是因为他
有能力保护你之外，他还可以追求自己或者享受自己他的生命里面的热量。这是一个视角的问题。我们前面讲了很多都是他看着你的一个状况，那你怎么看着他？这边有说，你慢慢的就会发现，原来是你跟着他，而不是他跟着你哦。这个节奏最后会讲哈。好，那这样，这是选择1号牌的朋友，你可以慢慢体会了哈。这是一个难得的好人，各方面的能量，各方面都是已经非常完整的好哈。你可以期待一下。那就这样哈，选择1号牌的朋友，那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来，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第2号牌的朋友哈。今天题目是谁将会把你捧在手心，谁将会宠爱你哈。好，我们今天直接先从最核心的牌来做它的扩散，来看一下整个能量的走向哈。然后我们再看看其他的分子有没有需要补充。来，宝剑1，好，来其他的讯号哈。好，来，好，再来我看一下，应该还有一些其他分支的讯息。来，这里看一下这里，好，再来看一下这里。哦，看一下，好，先这些好了。看一下是观察，以时间上来说，这边给的讯息比较像是，他刚出现在你生活，然后他还没找到你，他正在，他很像哈，不能说很像他现在就是有一种就是他从一个他是有目的的来到你现在的这一个附近，这一个环境里，这个工作范围里或什么的，现在还没有确定是工作范围，让我再看看哈。总之，他是从牌面上是说他是充满爱的，有野心的，有愿景的，来到了你附近的现在的这一个范围里，我们可以把它比喻成说他可能换了一个工作，然后那个工作的范围现在跟你离得很近哈。那他选择这一个新的工作的转换，是因为他对这里有抱负。这边一直在提醒，他是一个很有爱的方向，然后往你这边过来的。那而且他是经过了精密审慎的选择之后过来的。然后他也理解，他来到的这个世界里也是充满爱的，也是有很多的不错的、温暖的能量在这里。可是对他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是一个不熟悉的哈。所以但他内在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直觉，告诉他说要来，要过来。他这里需要他需要去体会过来的这一个世界里，所以他现在到了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是充满着。再讲一次，他是充满着爱的，他对这里与这里会散发给他的爱的能量是非常期待的。可是我要偷偷说一个小小的事情，他并不知道他会在这里遇到你，然后他会有一点点像是进入了一个大花园，进入了一个皇家花园，里面有各种世界各地收集来的花，像是一个花的博览会，他会非常的惊讶。他来到的世界比他想象的更丰沛、更多，而你会在里面成为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让他无法忽视你，而把他对于这份爱的期待的能量提到最高的位置。那我先说，这里有说他内在的爱的能量的品质是非常高的。而且它带来了超越了这个环境所能够负荷的那一种多面向的爱的能量哈，因为它这里有一个
降下，有一种在更高端的位置的爱的能量的品质往下降落的一个讯息，一种走向。而那一个降落是谁带来的？是他所带来的。在他的意识上，他是走进了一个他所选择的新领域。可是，在神秘这个力量来说，这个宇宙的流动来说，他在一个不知不觉的自己，他不太知道自己是什么啦。可是，在整个大局势来说，他是一个从更高领域的位置降下来的一个爱的能量。所以，基本上，他是一个带来更好的爱的能量来给你，来遇见你的人。只是从这里有很多的讯息是刚出现，我必须说刚出现。那他对于寻找恋爱能量的这一个想法，其实现在是休眠状态，是安静状态，他还没有发现，或是还没有欲望，因为他的目的不是来寻找爱情。他的目的比较多的是，有一部分是要散播自己对于爱的能量，有一部分是期待他遇见跟来到一个充满爱的环境。他很向往这种温暖跟温馨，所以他本身内在是一个非常对于爱的能量的品质是非常要求非常丰沛的。我觉得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他其实有一个非常比较广阔的心。那可是他有一个特色，他不会表现得非常热情，你不会在他身上感受到一个很强烈的生命力。他有收起来，他有把自己包装成是非常冷静的，他心中有非常大的澎湃，但他不会表达出来。他的感动可能会留给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他不会是那种很张扬、很彰显自己现在激动情绪的一个人。但不代表他内心没有那个东西。你应该会在非常接近他，或是他非常接近你的时候，你会从他眼神里面才会感受到那个炙热。我觉得你才会感受到那个炙热的东西。好，来，我们来翻3张来看一下，他到底是从何而来？这是可以翻的啦。我们去看一下他到底从哪一个更高的领域里面来的人哈。然后顺便去窥视一下他为何做了这一个移动的决定哈。来，这个我先盖一下。我看一下哈。还是一样的，他对于诱惑、好奇心、吸引力突然有了兴趣。我觉得他原本的世界里可能是比较封闭、比较保守、比较闭锁的，可是他可能突然发现说，他对人生的经历不够丰富，所以他这里的确像前面说的，他带了一个非常高度的向往来到了你的世界，这样，只能说你会遇到一个非常 pure 的人，他会在你身上表达出非常浓烈的爱情、付出。感受爱，他对，我不能说他可能是第一次恋爱，我觉得他不是，因为我觉得这边有理解到他对于爱的期待，已经有很多多面向的了，在塔罗里面一些恋人的旅程里面，譬如说审判牌啦、恶魔牌啦、恋人牌啦，圣杯2啊，这些旅程他经历过，因为我看到他这里的一个内在的丰沛性是没有什么缺陷的，都有一些基本的品质，所以他有一点点在经历过蛮不错的爱的旅程后，得到了某一个心得，他希望他能够看到更多、更宽广的世界，他希望能够遇到更炙热的爱，他希望能够遇到让他更大开眼界的吸引力。然后他内在的准备是，他需要从头再去感受一下这个旅程，或是发展出一个全新的故事线，他想要去探险这样。那所以你现在的这个环境，
空间，他进来是他选好的，他觉得这个是他目前最有兴趣的奖，而且他不知道他会遇到什么，他也不知道他会遇到你。好，从这里看不出来，他知道。你看吧，圣杯二，这里有一条路径。我刚刚说我们这边是来看他从哪里来，所以这里是有一条路径到这里。我们刚才说他有一些恋人的旅程，然后这边圣杯二，没错，他期待着某种相遇内在哈。所以这边有说破了，我刚刚前面觉得他没有在期待一份恋爱的这一个角度，其实他有，可是他确实是包装在一份冷静里面，他不想被发现，或是他把它收在他所谓的爱的渴望的顺序里面比较后端这样子。但他心里非常明白，他终极目标是希望遇到一份恋情。他心底知道，但他不为这件事情所追求，他不会因为了这一个终极目标而做出所有任何决定，这样。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他是现在是处在一种心态上非常开放、非常自由，也算是非常外向。可是他不是，他是自己内在的经验整合之后，他发现他自己必须要再更外放一点去接受这整个世界，要跟这个世界做出一种很强烈的反弹的互动，他才能够感受到这个世界这样。那只能说他的旅程刚开始了。那我这边好奇着看一下你跟他的能量互动，我这边直接看，直接翻3张来看一下，当你们相遇的时候，那一个瞬间会有什么哈？哦，好，哇，哦，你会是，我觉得这一题是彼此，你们彼此都是没有遇见的那样子的人，好，是一个全新的人种，全新的一个人的模式。你们的相遇是没有在你们彼此期待的画面里，然后遇到的，然后第一次遇到的时候就有蛮契合的状态会出现，而且你们在外在就已经互相喜欢了。那在第一次第一印象来说，评价都还蛮高的。然后你们第一次遇到、第一次聊天的时候，就能够交换蛮多自己人生的故事跟旅程的，尤其是难受的部分。你们应该很快在第一次的交谈里面就有蛮契合的主题可以聊。你们也觉得很意外，这个人怎么这么好聊？你们有齁？主要是因为你们的第一次遇见是在一种完全没有期待爱情出现或是遇到谁的情况下，你们好像被凑合着在附近，然后就聊起来，才发现彼此很熟悉。不过我是觉得以能量的角度，我会觉得你们本来就会对谈到，因为你们两个的能量在这3张牌里面可以看得出来是立刻有吸引、有交流、有契合、有稳定、有平衡、有对称、有对齐，就在那一刻产生了某种很高品质的自然哦。那不要被宝剑十这个部分所吓到，宝剑十比较像是一种被理解，就像我说的，你们第一次遇见的时候，就有一种被理解，比较内心深处的那件事情的状态。要看的是，他是被这2张牌所包围，尤其这张牌的力道比他强，所以我必须跟你说，他必须要从这张牌的能量去理解为何出现宝剑十，他的好，他的爱情能量再好，他受调和的地方在哪？他被理解的地方在哪里？好，然后再从这里回看一下这2张牌为何这样子同时出现，你就会发现说，他有一份很强烈的爱情能量，然后会从一种第一次见面的第一印象中互相吸引之后，就打破了这里面所带来的一种烦躁，跟难受吧，就不是这个牌面上的人。我们要看到是他后面是满满的海洋，搭配了圣杯9所带来的一种非常高品质跟高浓度或是丰沛的水能量在你们之间做交流，然后再被节制牌做一种很高尚的调和，很大能量的调和，而且其中还带来了射手座的非常自由的感受。所以当你们遇见的时候，会有一种非常畅快舒适的聊天，很快就会达到很强的默契，然后聊了非常多的事情，时间过得很快，就这样子联络上了，你就会成为
他这一趟旅程所期待的爱的发生的最惊喜的事情，因为它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就发生起来的东西。好，他原本期待的只有圣杯2，结果没想遇到的是圣杯9，而且还加注着调和的节制能量。你算是他在这一个皇家花园里面最让他惊艳的不能说那一朵花，你可能也是一个非常精力旺盛的一盆植物或树，一种稀罕的、非洲的、难见的、遥远的荒漠里面才长开的，反正它就是一种珍贵跟稀有的一个状态，对他来说，哦，好，来，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一些实际的状况哈，在你们之间会发生的一些实际的状况，看一下。其实这边已经有，只是我们在好奇更多。哦，都是土能量哈，这边有说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是，他虽然来到了你的世界、你的范围、你的工作范围、你的城市之类的，但你们却在不同的位置。你们其实是不同，有点像是不同工作、不同领域。你们只是很近，因为我这边看到了某种很高度的不认识、不知道、陌生，这是谁？而且是互相的哈。然后他需要一种引荐、介绍、解释，才明白对方从何而来，有这个讯息啦。所以回到我们刚刚前面的，他来到了你的世界这一件事情，他其实带着一个完全不适应、完全不同于你现在的世界的一个角色进来了。所以才会说他有一种进入大观园、进入那个皇家花园里面，看到这么多他没看过的从世界收集而来的花。他是很惊喜的，可是他适应的很快，因为他在种种的不安跟好奇里面，立刻收集到了他如何在这个环境里面有一种全新的生存方式，而适应了下来。在2个面向来说，他还适应的太快，然后找到了自己的存在价值，找到了他如何展示自己给这个世界的人的方法。这里也找到了他在这里的他所寻找的那个爱的模式。反正他很快的就适应了你的这个世界了哈。所以当你遇到他的时候，你会有一种，你不会觉得他是一个怪怪的人，你反而会觉得他有一种很新颖的感觉，好像熟门熟路的，好像是。可是其实，在你们聊天之后，你才发现说，原来他来自于一种不一样思考、不一样背景的。好，我们可以先打个比方，他可能从乡下来到城市，这样。虽然这个比喻我不是觉得很好，但是我只是告诉你说，这是有一个这样子的对比，这样。他从2个不同的世界来，或是他是在不同的繁华的世界来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然后人的性格是有转换的，也可以这样说了哈。那所以这边有一个问题是，他如果不在你这个范围里面留下来、停止下来，他势必要回到他原本的地方，或是换一个新的地方。所以你的出现对他的人生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他未来的走向。这样，那可是这边有蛮高的几率是，你们的契合度已经让他内心决定，他必须要待在这边久一点，因为他必须要跟你相处在一起。这样，然后你身上有一些蛮不一样的，特别是他没有经历过的，所以他想要有更多的挖掘、跟呵护、跟爱护吧。以今天的题目来说，他会非常宠你了哈，他会非常宠你，因为太特别了，对他来讲太特别了。那
我从刚前面一直看到现在，我一直觉得你们的相遇是在一个旁边都是陌生人的环境，所以他不是去参加一个共同朋友的聚会或是生日宴会，大家彼此都是认识的。没有，你们去的是一个大部分的人彼此都不认识的一个场合，但是它是暗的，它是休息的时间，它是可以一次就聊天2、3个小时的时间，它是晚上的哦。然后就像我刚刚说的，你们是不小心被凑合在附近，所以聊起天的。所以你们两个都在同一个概念上，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这里，我是跟我朋友一起来的，我其实没有特别要来这里，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所以这给你一些线索，然后就可能是跟朋友一起出去外面玩啊、游荡啊、参加聚会啊，然后后来随便找一个酒吧待着，然后只是待一下、喝杯酒，然后就要走了，或是去一个不知道，就可能去户外野餐吧，也有一些白天的野餐的聚会这样子。后来朋友都不知道跑去哪里了，然后什么什么这样，然后你们是在附近的，然后就聊起天来。可能附近的人也有一点小小的认识，可是就你们两个突然变成有自己的空间，然后你们就聊起天来。它是一个非常日常、非常平淡无奇的聊天开始的，然后你们就顺了起来，所有的内容、聊天内容各方面就顺了起来，这就是你们了。其实我没有特别看到你们两个是能量是从之前就慢慢的笔直的往彼此这边来，没有，我觉得是我没有看到特别的牵连，我比较看到的是你们走得很近的时候才发现了彼此，然后就才发现了。不然，大部分的空间与时间来说是直接错过，而且你们本来的错过几率还蛮大的。我从这边，因为我这边都发现了一种很零碎的，就是很零碎的，它没有，我就是没有感觉到一个很强烈的怎么，连接在一起，这个没，就是没有哦。好，但是这里我还是可以帮你们翻一下，你们两个是怎样好。在那一个时刻里面，快速的发现了彼此的这么重要啦，这么看一下这两张，都是火，好，除了你们两个本来就很不一样，然后产生好奇心之外，其实你们两个最刚开始遇到的时候，你们都有发觉彼此对于待在这个世界的一种局外人跟不适应的感觉。你们两个这一点非常有共识，而你们都表现着非常能够融入所有人，可是内心知道自己跟这个世界是有距离的，甚至觉得不属于。这在你们一开始见到面谈起话天的时候，虽然没有谈到这个主题，可是就一直都有这种直觉感觉得到彼此理解了这件事。他很像沙特的局外人的书，他一再的强调一件事情是：无论如何，你都觉得跟这个世界有一层隔阂，难以诉说，难以被理解，连你自己都不太理解。简单来说，就是觉得不太属于现在你所认识的世界。两个人都有一种内心有一个非常小的一块有这件事，也因此，这一个人才会努力的去寻找爱，他内心才有丰沛的爱。他相信爱的力量可以解决他内心的这一个烦恼，而你的部分是没有要解决，他在就在，甚至觉得有一点特别。那当你们两个遇见的时候，无论是在内心灵魂的觉醒，或是智慧上的觉醒，在两个对谈的时候，都发现好像有某个出口、某个门被打开了。那是一个理解的门，而且越是谈论下去，越是理解彼此下去的时候，好像就能够理解自己，或是找到了那一个能够站在这个世界、站稳在这个世界的脚步
的位置，其实主要还是因为你们两个有共同的语言啦。你们为什么之前没有那一个连接？我认为是因为本来就应该要独立着去观察这个世界，然后独自感受这个世界，不是独活啦，就是你们一直都处在自己的世界里就 OK， 没有一定要遇到。可是，在非常遇见的时候、相近的时候，整个空气的讯息有一种共用、眼神传达的讯息共用，所以你们两个就开始能够聊起天来，瞬间就能够达到那一个共识。你们发现你们讲的是一样的语言，好，这组不太像是一见钟情，这组像是就突然有人明白了你一个神秘的兴趣。这样讲，我把它讲的非常肤浅，比较理解。有一种只有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才会有兴趣，才会花一点时间的个人兴趣，你也不想分享，不想让别人知道。然后那其中有一些语言，有一些快乐的角度。可是你们在一聊天的时候，虽然没有特别讲这个，你就会感受到这个人身上有你在一个人的空间里面的那一个快乐，而且这个人能理解，那就是你们两个之间的那个语言。你们用的语言造句、节奏、讲话的节奏都很像。这样子，虽然来自两个完全的不同的世界，可是却有类似的逻辑。然后在你们两个慢慢接近的时候，你们会发现，其实你们活在的世界，并不是在防备你的，或是推挤你到另外的不属于你的，不是这个，而是待错位置，待错位置。好。这个世界东西南北，你们选错了方向，现在选错了方向，所以两个人相遇的时候才发现说，那个位置就在现在你们两个对谈的脚下，这个世界位置在这里，所以我们两个才会有一种很强的连接、强的共识，会慢慢的在更多的聊天跟谈话中，慢慢的很难离开彼此。所以从你们第一次见面之后，我觉得就有一种很好的联系，然后慢慢的关系的节奏会有比较快的进展，因为它是火能量。他没有让你慢慢来。好，还有一个东西我看一下。哦，好，你们的好奇心，彼此好奇心会被打开，然后，我觉得这里月亮牌，我觉得它比较像是说，你们会意识到这一个相遇、这一个相见是多么不寻常的，而且你们会去强化跟美化这一件事情的特别，然后它会成为你们两个连接非常紧密的一条线。因为这件事情可能在你们人生里面看似很平凡，可是其实你们内心都知道这个是非常稀罕的情况，可以在一开始就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连接跟这样，所以你们的相处，我觉得在早期或是前面一开始是有大量的对话跟约出去聊天，会成为一种比较像soul mate的状态，一直聊非常多的事情之后，才发现其实你们彼此的依赖跟感情的连接是非常浓厚的。你会变得，其实这一组本来是要找到谁会把你捧在谁手心，谁会把你视为最珍贵、非常珍贵。可是其实这一组比较像是，结果是互相的，你们彼此都找到了，彼此是互相的，因为他这2号牌一直出现一种很强的对称感，他没有是谁左啊右啊左啊右啊上啊下，没有，他就一直是一种实质平衡，是一种等边三角形，或是一个正方形的状态，再去形容所有东西。那这一更巧合，在你们后面认识的时候，会发现，如果他当初没有这个想要去寻找更多爱的这个契机的话，你们其实永远都找不到的。因为你们的对话里面会有一些内容是，他其实对于他要来的这个环境里面，本来是没什么兴趣的，只是他的直觉上觉得他需要挑战，他觉得这里应该会有一些惊喜，会有一些他人生需要遇到的美的事情、有爱的事情，所以他才来。不过，他如果没有这样子的向往，他原本其实是不会来到这世界，他完全不需要来到你这一区的。其实有这个概念，所以后来你们会慢慢发现说，你们的相遇，或是对于人生的很多的无奈，会是一种努力强做自己是乐观有爱的人的这些角度，你会达成共识。
你们是属于比较暗物质的，属于比较夜晚的，属于比较冷的人。可是因为两个人找到共识之后，发现你们还能做的事情还很多，而不用窝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这么久，所以才会有一种新的生命的觉醒，无论是在智慧或是灵魂上面，在相遇之后会慢慢的觉醒，而且是以火能量的方式觉醒。它是立刻发现，原来你们可以过得比你以为的或是想象的这么不一样，有很大的额度可以让你们更不一样。在你们两个相遇之后，就会有，你们会很珍惜彼此啦，无论是什么关系。所以这一组比较有一点开放式关系。它开放式的关系的意思是说，它有可能是 soulmate， 有可能是 best friend， 有可能是恋人，都有可能，都很适合，或是同时都会出现，都有可能。只是节奏，我没有觉得节奏很慢，我只是觉得前面好像有一个事情要先经历，就是你们会有非常多的对谈，这是你们一开始必须经验过的东西。而你跟他都会觉得从来没有跟一个人讲这么多事情，而且立刻能达到很强的共识。所以在这个对谈里面，他会定义你们两个会先从哪一份关系开始走。所以我才说这个关系有可能是开放的，开放成不知道是哪一组这样，或是在其中是同时拥有，然后会是变来变去的。所以你们的相处其实会很久，然后会很丰沛啦。好，那就这样哈。2号牌的朋友，你可以期待一下啦哈，因为我觉得今天这组比较像是创造一份还不错的新的关系，但是以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要找到一个会把你捧在手心的人，所以他应该，我觉得他从我一开始说他是要寻找一个爱，然后他会在这个爱的世界里面找到你是最让他在意的，那他趋向于恋人的方向本来就力道是比较强的啦。只是我后来看到你们还有很多的可能性可以发展，所以我就告诉你。好，那就这样哈，2号牌的朋友，那谢谢你来听，然后祝福你。